大家，我是凯。今天要分享的生酮饮食食谱是另外一道港式点心低碳芋饺。大家是不是在想，生酮可以吃芋头吗？继续看下去就知道咯。这次也会分享给大家做出脆皮的秘密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的频道会在每周一和周四分享一款生酮、低碳、无糖的健康食谱。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次的分享哦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我们先来做芋头的内馅，先来称5克的干蘑菇，然后往碗里倒入没过干蘑菇的热水，先放一旁把它泡软。我们来准备别的配料，这里有35克的红葱头，用自己习惯的方法把它切碎，像这样。同时也要准备10克的蒜末哦，放碗里备用。接着我们需要一块去皮去骨的鸡腿肉，先把它切条，再切丁，像这样。这时候干蘑菇差不多泡好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切成小块，像这样，然后备用。接着我们来准备馅料的调料，碗里倒入1汤匙代糖，1/8茶匙盐巴，半茶匙五香粉，1汤匙酱油，1/4茶匙白胡椒粉。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炒馅料了。锅里倒油，把蒜末和葱末倒进去。我这个锅一直要焦掉，你们炒到变软就可以加入香菇丁，继续炒。然后倒入鸡肉丁，炒到变色就可以加入调料。过一下就可以加入1/4茶匙的黄原椒，让酱汁更浓稠。最后点1茶匙麻油。馅料的调料大家大概炒好后可以尝尝，然后再依自己的口味调整哦。盛出来备用。馅料应该要有这样的粘稠度，不要太稀哦。我这次用的菜花太少了，所以凯已经调整了用量。称350克菜花放蒸笼里。水开放上去，盖上盖子蒸熟。蒸熟后放入搅拌机，我用的是手持搅拌器，把它打成泥代替芋泥。大家别太抗拒菜花，其实加了猪油和各种调料，这芋头做起来还是很好吃的。像这样，然后加入80克的燕麦纤维。燕麦纤维是不溶性纤维，不是燕麦本身，是完全符合生酮标准的哦。然后加入30克猪油，搅拌均匀。搅匀后加入1茶匙的黄原椒，尽量分散着加入，防止结块。搅拌后再加入1/4茶匙盐巴，1/4茶匙白胡椒粉，半茶匙五香粉，1茶匙代糖，1茶匙麻油，充分的搅拌均匀。如果觉得太稀，可以加入一些燕麦纤维直到成团。取一些面团，像这样慢慢把它压平压扁，然后再放上馅料，收口，然后整成芋饺或是自己喜欢的形状，像这样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去炸咯。这是让表皮带有微微蜂窝状的秘密哦。蛋液搅匀，然后小心把生酮芋饺均匀裹上蛋液，然后下锅里炸。从表面看到上色就可以翻个面，再炸一下下。馅料和外皮都是熟的，不用怕炸不透哦。然后捞出来沥干油，我们微带蜂窝状、酥脆且香气十足的生酮芋饺就完成啦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，记得为这影片点个赞。上一周凯尝试做了很多食谱都失败了，大家一起保佑我这个星期把食谱通通研究成功吧。那我们过几天见咯，拜拜。